Hello，欢迎回到金香老频道。你是要在加拿大第一次买房吗？是的话，就请认真往下看了。加拿大政府呢为首次购房者提供的这个福利呢，我全都给你们整理好了。第一项，加拿大政府的首次购房激励计划；第二项，养老退休计划账户 RSP 对首次购房者的福利；第三项，首次购房者退税计划。先说一下第一项，首次购房政府激励计划。那这个激励计划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政府对大家购房支持的无息贷款，是在2019年9月推出来的。我们可以申请多少呢？新房或者是楼花呢是买价的10%，二手房呢是买价的5%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个新房，房屋价格呢是70万，政府补贴新房是10%，就是7万。首付如果拿出5%呢，就是3万5。商业贷款申请85%，大概是59.5万。固定利率呢，大概按5.5%计算，月还款额本金加利息大概是3630加币。其中的利息呢，只是还的是商业贷款的59.5万的利息，政府的这个无息贷款的7万呢是不用还的。如果你在卖房的时候呢，新房子升值了50万，那就是要多还50万的10%，即多还5万给政府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您和政府一起买房，获利后呢一起分摊。那么这个政府激励计划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？第一类人呢，就是之前在加拿大从未购买过房屋；第二类呢，就是在过去4年中没有居住在当前配偶或者同居伴侣拥有的房屋里。所以如果是夫妻呢，房产证上只有老公名字，老婆住在这个房子里，老婆虽然呢之前没买过房，也是不符合这个首次购房资格的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这个家庭税前年收入呢在15万以内。这个是针对于这个大温、大多和维多利亚3个地区，因为这3个地区呢房价比较高，物价呢也比较高。加拿大其他地区呢是12万以内。第四点呢是贷款金额和购房的补贴呢不能超过年收入的4.5倍，这也仅限于是大温、大多和维多利亚3个地区，其他地区呢是4倍。第5点呢，必须是自住房。第6点呢，房屋价格是72万2000加币以内，这也仅限于大温、大多和维多利亚3个地区，其他地区呢是56万加币。这个72万加币呢，就是从家庭税前年收入15万和贷款和购房补贴不超过年收入的4.5倍来推出来的。那如果你要买的房子房价超过了72万2000加币呢，就不能用这个计划了。现在大温大多这个房价70万2000以内的这个基本也就是1室或者2室公寓了， townhouse 跟 house 呢基本是买不到的。所以这个计划呢就是适合一些有住房基本需求和刚需的人。那么这个偿还条件是什么呢？有以下几种情况啊，申请人需要这个偿还这个无息贷款。一个呢是卖掉房子，或者是购买房子呢也有25年，或者一起申请这个计划的伴侣呢分手了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养老退休计划账户 RSP 与购房相关的这个福利。首次购房者呢，从养老退休计划账户 RSP 里呢，可以最多取出3万5千加币作为购房的首付。取出的钱呢，不算当年的收入，不需要交税。取出来的钱呢，需要在未来15年内分批返还至 RSP 账户。申请条件呢，也是需要是自住房，不能出租，而且至少要居住1年。那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首次购房者退税计划。那政府除了在贷款和首付给首次购房者提供支持外呢，还在交税方面提供了福利。如果你买的是这个自住房，那购房所花费的这个律师费、地产转让费、产权保险费等都可以作为抵税项目，最多可以抵税1500加币。这些项目呢，在申请抵税的时候呢，不需要主动提供资料，但需要在税务局CRA 工作人员的要求审查时呢，可以提供，比如房屋买卖合同、产权转让合同。那贷款申请以及批复流程是什么呢？买家呢需要先去银行做贷款预批，预批有效期是120天。预批之后，你心里会有数，我能贷款多少，加上我的现金流，我能买最多多少钱的房子。在有卖家接受你的 offer 的时候呢，再去银行进行终审批复。那有人会问，预批后会不会有终审不批的情况？这个情况呢是有可能出现的，因为预审批呢是看你的这个收入和你的资金情况，
终审看的是你的资金情况有没有变，你的信用分数 credit 有没有变化，还有银行呢会看你这个房子的这个 property valuation， 房子的价值是多少。那你签的合同呢只是买价，也就是市场价，但是在终审审批前呢，银行需要请第三方评估师去房子里评估，出一份评估报告，报告上写这个房子和这个地的价值是多少，银行是根据这个评估报告去给你批复贷款的。如果这个报告的价格呢和你的这个合同价一样是最好的。那 BC Assessment 网站上的政府估价呢，大家是可以做参考的。如果你出的估价比政府估价高出许多，那么银行请的这个第三方评估师给的估价呢，也是有可能比你的合同价低的。银行终审给你批复的贷款呢，可能就会比你预期的要少，所以在出价时呢，可以看政府的这个估值做参考，达到心里有数。那么你可以贷款多少呢？银行审批贷款呢，分为2条线，第一条线呢是收入审批，第2条线呢是流动资产。收入审批呢，是你的收入够多，首付款够多，银行就会贷给你钱。申请人呢，最多可以拿到房价80%的贷款。那么收入分2种，一种是有雇主的，用人单位可以给你开证明，也可以用 T4， 还有提供工资单。那用雇主证明还是 T4 呢，取决于哪个呈现的收入更多以及更稳定。如果你今年刚换了工作，而且比起往年加薪不少，那就用雇主证明和工资单来申请贷款。但是雇主证明呢，必须体现是 full-time 全职和 permanent position 永久性职位。如果是 part-time 兼职或者是 contract position 合同工，那么就不建议用雇主证明了，因为银行呢会觉得你这个工作不稳定，可能就需要你出示过去2年的 T4 了。还有一种收入是来自 self-employment 自雇，银行会取2年 T1 的平均数来计算，同时银行呢会看最近3个月或者6个月的银行流水。那还有一种贷款呢是高资产审批，是按流动资产去批的，就是你的房子在成交之后呢，你名下的资产金额要和你的负债是一致的，比例是1:1，但是每年呢你还是要有12000加币以上的收入，以及要看你的信用分数和以及你有没有其他负债，比如有没有车贷等。那么举个例子啊，一个人名下呢有100万的流动资产，包括股票基金，在超市工作，年收入超过12000加币，能贷多少钱呢？他想放20万在首付里，那成交之后呢还有80万的资产，银行可以贷款80万，资产和负债是1:1。那除了以上讲的最普遍的收入或高资产贷款呢，还有2个比较特别的这个贷款政策，也许就适合你。第一种是新移民贷款，新移民持有枫叶卡5年内，且有12000加币以上的收入，是可以申请新移民贷款的。贷款比例呢最高达到65%。第二种呢是海外收入担保贷款，没有时间要求，但需要有2个人，一个申请人，一个担保人。申请人呢可以没有加拿大收入，收入要用担保人的。担保人在加拿大呢不能有身份，需要提供海外，比如中国的资料，支持申请人在加拿大买房。申请人呢可以是持枫叶卡，也是可以持加拿大护照，贷款比例是和新移民的是一样的，都是65%。那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信息，如果有具体问题呢，可以与你们的会计师去咨询。那如果你有朋友是在加拿大第一次买房，就请分享我这个视频给他们吧。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呢，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，并且还通知小铃铛啊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也给我的频道呢未来主推的内容打一个广告。如果你住在温哥华，是加拿大移民，有自己的故事呢，想和新老移民分享，并且可以接受我的采访，就请扫我这个订阅号或者小红书联系我吧。想了解更多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实用生活信息，那就下期见啦。